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国政坛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国母彭丽媛的崛起与她如今所面临的危机。近来，有心人士发现，曾经在国际场合与习近平形影不离的彭丽媛，突然频频缺席重要出访活动，显得异常低调。作为中国的第一夫人，她一向在聚光灯下游刃有余，为何如今选择退居幕后？有人将彭丽媛称作江青 2.0， 暗示她旁佛毛泽东夫人江青在世，一度拥有梦寐以求的影响力。然而这个江青 2.0 之梦，现在似乎正陷入危机。她究竟经历了什么？会否重蹈江青的覆辙？让我们从头说起，深入探讨彭丽媛一路走来的婚姻、上位，以及她处置情敌的非常策略。其实，早在彭丽媛成为第一夫人之前，她就对自己的未来有着明确而大胆的规划。1999年，她在香港凤凰卫视的一档脱口秀访谈中直言不讳地说过，自己想要一个事业有成、雄心壮志、能驾驭你的人作为丈夫。当主持人追问当时上非国家领导人的习近平是否符合他的要求时，彭丽媛毫不犹豫地笑着回答：“我嫁给他10几年了，他肯定是很成功的。”那一刻，人们从他的话语中看出了这位著名歌唱家对伴侣和自身前途的强烈野心和信心。事实证明，彭丽媛对丈夫未来的信心是正确的。12年，习近平登顶中共权力之巅，次年出任国家主席，而彭丽媛也随之成为万众瞩目的第一夫人。她从不掩饰对聚光灯的享受，在国际舞台上优雅大方，风采一点不输国家元首。本来彭丽媛风光地陪同习近平出席各种国际峰会、国事访问，她亲切自信的形象为中国赢得了不少民众好感，甚至被媒体誉为继宋美龄之后中国最亮眼的外交名片。然而正当外界以为这对夫唱妇随的政治伉俪将继续携手高调亮相时，彭丽媛却在2025年逐渐隐去身影，引发种种猜测。这背后究竟蕴藏着什么样的权力风向转变？我们且按下疑问，将目光投向彭丽媛崛起的轨迹。时间回到上世纪60年代末，1962年，彭丽媛出生于山东省运城县一个文艺家庭，父亲是县文化馆馆长，母亲是地方戏曲演员。文革动乱期间，彭家也未能幸免，外祖母被批斗，父亲被关进牛棚劳改，全家遭受冲击。在动荡中长大的彭丽媛，自幼体验了政治风暴的无情。据说，这段经历造就了她沉默寡言却顽强隐忍的性格特质。14岁那年，天赋出众的她考入山东艺术学院附中学习声乐。18岁时，正值文工团选拔文艺新兵，彭丽媛脱颖而出，进入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当上一名文艺兵，一脚踏入军旅与艺术的殿堂。这个来自齐鲁大地的年轻姑娘，日后将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歌唱家，甚至踏上权力核心的舞台。种子在此刻已经萌芽。1982年，大幕正式拉开，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百废待兴，文艺领域也处于百舸争流的前夜。那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20岁的彭丽媛第一次登上全国直播的舞台，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接着一曲《我爱你塞北的雪》，以清亮深情的嗓音和娴熟的台风惊艳全国观众。就在一夜之间，这个来自山东农村的姑娘红遍大江南北。要知道，改革初期的中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荒芜，人们渴望着积极健康的新声音，而彭丽媛的民族声乐正好填补了这样的空白。如果她晚出生10年，赶上港台流行歌曲席卷内地的潮流，也许很难取得如此神奇的开局。但时势造英雄，彭丽媛踩中了时代的鼓点，一炮而红之后，她顺利调入了军队最高等级的文艺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这支歌舞团可非普通的演出队，它隶属于军队宣传系统，汇聚国内顶尖的艺术人才，更拥有丰厚资源。年轻的彭丽媛进入总政歌舞团后，眼界和身段迅速得到历练提升。更重要的是，在军旅艺术圈摸爬滚打，他渐渐培养出一种敏锐的政治直觉，学会在大人物面前察言观色，拿捏好忠诚与表现的分寸。毕竟，歌舞团不仅仅表演歌舞，有时还承担对军队高层的宣传汇报任务，
彭丽媛耳濡目染军中氛围，开始懂得官场上的某些潜规则，这为他日后适应中南海生活打下了伏笔。仕途与姻缘常常暗中交织，在歌舞团风头正劲的彭丽媛，人生即将迎来另一个重大转折，遇见他命中注定的那个人。1986年，彭丽媛24岁，年华正盛，追求者众多，但此时一位文艺界前辈出面牵线搭桥，将他介绍给了一位仕途上升中的年轻官员。这人不是别人，正是时任福建省厦门市副市长，年仅33岁的习近平。习近平出身于中共革命元勋家庭，父亲习仲勋是德高望重的开国功臣，而当时的彭丽媛已是家喻户晓的青年歌唱家。两人的结合在条件上堪称门当户对，一方是前途无量的高干子弟，一方是才华横溢的军中明星。据彭丽媛后来自己讲述，他们初次见面时还闹出一段有趣的小插曲。为了考验对方是否注重外表，他特意穿了一条肥大的军装裤出现在习近平面前。没想到习近平并未介意，反而饶有兴致地跟他探讨起声乐的唱法流派。两人就这样一拍即合，相见恨晚。仅仅相识9个月后，他们便闪电结婚，携手走入婚姻殿堂。这段婚姻在当时可谓轰动一时。要知道，结婚时习近平并非什么党和国家领袖，只是福建省的一名年轻副市长，而新娘彭丽媛的名气却远远超过丈夫。坊间一度戏称习近平是攀了高枝，迎娶了大明星。然而熟悉内情的人都明白，彭丽媛选择配偶绝非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习近平虽然其实官职不高，但背靠红色权贵家庭，前程不可限量。更重要的是，他稳重内敛，有雄心，有背景，正符合彭丽媛对事业有成、雄心壮志、丈夫的期待标准。这桩婚姻对双方而言都是各取所需的理想结合。习近平因取得文艺名流而提升了亲和力与形象，彭丽媛则嫁入红色豪门，拥有了更接近权力核心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在与彭丽媛相识前有过一段短暂婚史。第一任妻子柯玲玲是中国前驻英国大使柯华的女儿，两人在1979年结婚，因性格和生活理念不合而于1982年和平分手，没有子女。习近平结束前一段婚姻后，父亲习仲勋曾相当忧心他的终身大事，所幸习仲勋对彭丽媛颇为满意。这位开明的老革命很快默许了儿子再婚的选择。据闻对外还夸赞彭丽媛贤淑得体，长辈的支持无疑为这段新婚姻保驾护航，也为习近平此后的仕途进一步铺平了道路。婚后最初几年，彭丽媛和习近平过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双城生活。作为歌唱家，彭丽媛频繁在全国各地巡演、录制节目，光环始终围绕着她，而习近平则在福建政坛稳步晋升，调任宁德地区福州市委等重要岗位，埋头地方治理。两人聚少离多，但彼此事业都如日中天。然而，就在他们新婚不久，中国历史翻开了惊心动魄的一页。1989年，北京爆发震惊世界的6·4天安门事件，学生示威浪潮席卷全国。年轻的习近平当时担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也面临着政治忠诚的考验。据说，在动乱期间，习近平格外强硬，严禁学生、意见人士进入他分管的地区滋事，以示与中央保持一致。而彭丽媛则做了一件在文艺界颇具争议却令中共高层欣赏的举动。事件发生后不久，他随军队文工团赶赴天安门，慰问执行戒严任务的官兵，在血迹未干的广场上为解放军唱起了《最可爱的人》。这首歌本是歌颂志愿军老兵的经典曲目，在当时特定情境下，彭丽媛满含深情的歌声无疑是在向军队致敬，向最高领导人表忠。这一举动很快传到了邓小平等中央大佬的耳中。邓小平心中对这位年轻军中歌星留下了极好印象，这是个关键时刻站得出来、立场过硬的文艺骨干。也正因如此，据传在6·4风波后一度仕途受挫的习近平重新获得信任，其仕途很快重启加速。彭丽媛在这场历史巨变中的表现可谓立下大功。
文艺界一向崇尚自由，多有同情学生民主诉求者，而他却选择挺身而出，支持党和军队，无疑向保守的党内元老们证明了习近平家庭的忠诚度。换句话说，彭丽媛以歌声向最高领导层表达了效忠，用自己的影响力助丈夫一臂之力上位。从此，习近平被列入中共的重点培养对象，调离福建赴更重要的浙江省、上海市任职，直至一步步迈向权力核心。可以说，在习近平政治生命的一次重大关口，彭丽媛成了他的秘密武器。此后的90年代，彭丽媛和习近平夫妻二人各自忙碌，互为对方的强力后盾。然而聚少离多的生活难免滋生出一些传闻。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曾被谣传与当地一位美丽的女主持人关系亲密。这位女主持名叫孟雪，真名马欣，是福建东南电视台的当红主播，比习近平年轻许多，聪明灵动，颇受观众喜爱。上世纪90年代中期，坊间开始流传习近平与孟小姐交往甚密的风言风语，一时间成为当地社交圈的隐秘话题。按一般人的想象，任何妻子听闻丈夫有婚外亲密对象，都会大闹一场。然而彭丽媛没有撕破脸皮闹家庭丑闻，更没有贸然对丈夫发作。她深知这种绯闻处理不慎，既伤夫妻感情，更可能连累习近平的仕途。于是情急之下，彭丽媛选择了一条4两拨千斤的妙计。她私下向公公习仲勋和婆婆齐心哭诉此事，以一副委屈伤心的模样取得了习家长辈的同情和支持。习仲勋本就是极重颜面的老干部，得知儿媳受委屈，龙颜震怒，立即出面敲打儿子。迫于父亲压力，习近平对妻子做出郑重保证，写下一纸保证书，承诺与传闻中的那位女士划清界限，绝不再有逾矩行为。在家风严明的红色家庭，长辈的震慑力量不亚于组织处分。有了这道保证，彭丽媛捍卫了自己的婚姻地位，也没有得罪丈夫，体面地化解了一场婚姻危机。而那位传闻中的女主播，此后事业非但没有受负面影响，反而在福建当地更上一层楼，一度风光无限。只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她在2008年习近平调任北京后，却突然淡出了公众视野，彷佛人间蒸发一般。其中内情外人不得而知，但时评人士喜欢拿此事与更晚近的张高丽和网球运动员彭帅事件相提并论，暗示中共高层对这类不体面关系有一套默契的脱钩机制。当事人仕途未定时，相关关系或会暂且隐忍不发，一旦时机成熟更上一层楼，则必须斩断情丝，以绝后患。无论如何，凭借智慧与隐忍，彭丽媛妥善处理了一次感情上的潜在威胁，维护了习近平家庭的稳定。这也显示了她作为大局者的手腕与城府。对一个立志成为国母的女性而言，这或许也是必修的一课。进入21世纪，新时代的中国领导人逐渐走上舞台。习近平在2007年跃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国最高权力圈9人之一。2008年出任国家副主席，彻底进入了接班人梯队。与此同时，彭丽媛的个人事业并未因丈夫的飞黄腾达而停步，反而同步开挂，光彩依旧。她继续在艺术领域精进。2004年受聘担任中央音乐学院客座教授，在学术圈也占有一席之地。2009年，她已经晋升解放军少将军衔，成为军中极为少见的女将军。2012年，在习近平即将接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前，彭丽媛升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执掌中国最高级别的军事艺术学府这一职位，使她名义上成为全军艺术教育界的一把手。当时外界很多人以为彭丽媛获此殊荣已经到顶，再往后大概会退役，专心辅佐丈夫，以第一夫人身份开启新人生。然而现实远比外界想象的更具戏剧性。2013年3月，习近平正式就任中国国家主席，随着权力交接落定，彭丽媛以第一夫人新身份在世界舞台上首次亮相。她陪同习近平出访俄罗斯、非洲等国，所到之处举止端庄，衣着典雅，在国际媒体上掀起一股彭丽媛热。国人惊喜地发现，这位自己从小看春晚长大的歌唱家，如今以国母姿态走向世界，其大方自信、
一点不逊于西方名门望族出身的名媛们。一时间，彭丽媛成为中国软实力的代表，被时尚杂志誉为优雅品味的典范。相比之下，过去几任中国领导人的夫人，如江泽民夫人王冶萍、胡锦涛夫人刘永清，一直极为低调，从不过多曝光。彭丽媛的高调与活跃，堪称是毛泽东夫人江青之后最引人注目的中国第一夫人。江青曾在文革期间作为文化旗手呼风唤雨，最终却因干政乱国，在毛死后被捕入狱。这段历史让邓小平痛定思痛，决议约束领导人配偶不得干政的规范。因此，从80年代开始，中共高层形成默契，第一夫人尽量不公开参与政治。然而彭丽媛的出现打破了长久以来的沉默惯例，她作为国家领导人配偶，却明确扮演一定的公共角色，譬如出席外事活动、参与公益慈善、担任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的亲善大使，提高对艾滋病、女童教育等议题的关注度。她既享受荣耀，也承担责任，仿佛在摸索着一条既服务丈夫政治需要，又塑造自身影响力的新路线。可以说，在习近平上任初期的几年，彭丽媛以她的魅力和人气，为习近平赢得了相当的民意加分。有评论称，她是习近平手中的秘密武器，凭借自身受欢迎程度，帮助丈夫稳固权力基础。甚至有观察家指出，习近平能顺利开启史无前例的第3个国家主席任期，离不开彭丽媛在过去10年里替他积攒的形象红利和民心支持。这些说法或有夸张成分，但彭丽媛作为领袖背后最重要的女人，其分量确实不可小觑。然而，彭丽媛扮演国母的同时，一条更加隐秘的权力之路在她脚下展开。这条道路远离聚光灯，却直通中共权力核心的中枢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层任免体系。事情要从习近平主导的一场深刻军改说起。2015年，习近平决心整顿解放军，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撤销了沿袭数十年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4大总部，转而设立15个职能部门直属军委，同时将全国7大军区重组整，并为5大战区。这一系列改革使解放军的权力进一步集中到军委主席，也就是习近平手中。而在所有权力中，人事权尤为关键，挑选听话忠诚的将领，掌控军权，才能真正令军队为己所用。为了给习近平选拔忠臣提供依据，一个神秘的小组悄然成立，那就是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专门负责对高级军官的德才表现、忠诚度进行评估，向习近平推荐可重用之人。委员会的成员名单长期高度保密，外界几乎一无所知。然而到了2024年，一张无心泄露的照片揭开了天大的秘密。原来，彭丽媛正是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的专职委员之一。这消息一出，举世哗然。谁能想到，第一夫人居然直接参与了解放军高官的考核选拔工作？担任这个专职委员意味着什么？简单而言，彭丽媛相当于这个军委秘书班子的办公室主任，每天要处理大量关于军官任用的内部情报和评估报告，对高级将领的升迁有着实质影响力。据时评人文昭的分析，考评委员会横跨军队各大部门，权限极高。彭丽媛作为专职委员，需要不时深入军队院校视察，物色培养高层次人才。前中国企业家胡立任也指出，彭丽媛长期在军队文宣系统工作，熟悉军中舆情。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观察将领们的思想动态，向习近平反馈军队内部的士气和宣传需要。有时他还陪同外访，出席军事外交场合，帮助提供情报预警。换言之，彭丽媛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信号。在习近平打造的家族式权力结构中，他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成为习近平最信任的眼线和左右手之一。他打破了邓小平以来中共高层夫人不干政的禁区，创下了中共历史上的先例。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当年权倾一时，但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也未能染指军队指挥权。而如今彭丽媛已经实质上介入军官的人事升迁，这既是他的光荣，也是极大的风险。
因为一旦形势有变，他将首当其冲的承受后果，飞得越高，摔得越重，古往今来概莫能外。彭丽媛在军中实权的位置隐秘运作多年，其实还带来另一重影响。透过他的人脉和推荐，一些非军事领域的人才也获得了习近平的重用。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前外交部长秦刚的火箭升迁与骤然陨落。秦刚是习近平近年提拔速度最快的高官之一，52岁即升任外交部副部长，2021年出任中国驻美大使，2022年回国接掌外交部长，一跃进入国务委员行列，被视为习近平亲信中的明星人物。然而仅仅在担任外长7个月后，秦刚突然在2023年夏天被免职并消失，引发全球关注。事后证实，秦刚因卷入某种尚未公开的间谍和作风丑闻而遭到调查。在秦刚扶摇直上的过程中，有一个细节透露出彭丽媛在其中的影子。秦刚的妻子林燕与彭丽媛私交甚笃，是能登堂入室的闺中密友。逢年过节，林燕甚至会亲手制作精美的月饼送给彭丽媛品尝。由此可见，秦刚一家与习家关系匪浅。据分析，正是因为彭丽媛的好感和推荐，秦刚才能从众多外交官中脱颖而出，被习近平快速提拔进核心圈。然而谁也没料到，这位夫人路线加持的红人最终会因丑闻坠马。其突然倒台不仅对习近平外交部局势打击，也让彭丽媛大为尴尬。他间接背书的人选出了问题，难免招致政治对手的非议。秦刚事件曝光后，中南海内部刮起一阵清查风暴，连带军中高层也发生震荡。2024年前后，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退休，多名将领如火箭军司令李玉超、自卫反导工程负责人苗华和另一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等相继出事或被免。解放军高层在人事上出现异动，有些直接与习近平亲信团队相关。作为军委考评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彭丽媛参与了将领选拔，她无法完全撇清与这些人事震荡的关联。有传言称，在高层反腐和权斗中，一些人将矛头隐隐指向彭丽媛，毕竟她是夫人干政的破局者，又与出事将领、失事官员多有交集。对此，彭丽媛采取了低调避风头的策略，尽量减少公开露面，以免成为众矢之的。种种迹象表明，彭丽媛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她在维系习近平政权方面仍扮演着关键角色；另一方面，她本人也可能因深度介入权力运作而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处境。独裁体制下，夫人干政从来都是把双刃剑。在权势鼎盛时，第一夫人是光环加身的象征，但一旦风向骤变，她很可能成为众怒所向，被牺牲的对象。历史上，毛泽东和习近平这两任中共领袖的夫人算是特例，都在政治中留下浓墨重彩，而其他领导人的妻子大多如履薄冰，避免干政沾权。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曾尝到了权力的极致甜头，却也尝到了最苦的果实。文革期间，她以文化革命旗手身份叱咤风云，一度被崇拜者称作洪都女皇。但1976年毛泽东一逝世，政治风向急转直下，江青立刻成了替罪羊，被逮捕后押入秦城监狱，度过余生。对江青的清算之彻底，可谓前无古人。他在法庭上被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身陷囹圄多年，最终自缢身亡，终结了他传奇而悲剧的一生。还有被毛泽东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他的夫人王光美在文革中也被当作资产阶级丑闻，典型批斗凌辱，监禁长达12年，几度几乎丧命。国外的例子同样发人深省，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的妻子埃阿娜曾在政府中位居要职，被称为国家副元首，但在1989年政权崩溃时，她跟丈夫一起被处决，从权力顶峰转瞬跌入血腥的深渊。菲律宾前总统马克思的夫人伊梅尔达以极度奢华和成千上万双名牌鞋闻名于世，结果马克思政权被推翻后，她流亡海外沦为笑柄，历经审判风波，虽保住性命，但名誉扫地。这些案例跨越不同国度，却惊人的相似。独裁政权由于缺乏平稳的权力交接机制，
一旦大厦将倾，内部怨恨与民间怒火总要找到一个宣泄出口，而攀附权力且自身又无独立权势的第一夫人，往往成为最适合承担罪名的替身。在中共体系内，这种现象表现得尤其残酷。看看近年的反腐风暴，几乎每个被拿下的高官，其配偶子女无一幸免。从周永康到薄熙来，从令计划到孙政才，无不一人倒台，满门抄斩，全家荣辱一体。由此观之，彭丽媛的命运其实和习近平早已牢牢绑定，荣辱与共。正如胡历任所言，他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公众人物，而更像是习近平权力大厦中的一根制度性支点。只要习近平牢牢掌权，彭丽媛就风光无限，安如泰山。可假如哪天这座大厦出现裂痕，作为支点的他必然首当其冲地承受冲击。更何况他已涉足军权要害领域，若高层有心整肃，军中干政的帽子就悬在他头顶，随时可能落下。可以说，彭丽媛这些年的荣耀与风光，从另一面看，也正是风暴来临前积累的巨大能量。彭丽媛会怎么选择自己的未来？他的朋友圈子里不乏高人，想必对夫人政治学的残酷早有清醒认识。据悉，彭丽媛非常明白自己的风险所在，也深谙自保之道，因此他近期采取的低调策略，正是一种危机自救，避开风头，韬光养晦，静观其变。同时他也没有闲着。知情者称，彭丽媛一直积极参与习近平关于接班人和权力传承问题的讨论，试图为习近平家族寻找长久之计。毕竟他和习近平只有一个独生女儿西明泽，如果父辈这一代退出政治舞台，整个家族势必失去护身符。因此有分析认为，彭丽媛心中唯一的长远出路，就是设法确保习近平的权力能安全传承下去，从而保全自己和家人。有传闻说，他对西明泽抱有厚望，甚至希望女儿有朝一日能接过父亲的班，在中共体制内找到一个可保护家族的地位。当然，这种隔代接班在现代政治中几乎难以想象，而且就算成功，也意味着习家要永久留在体制之内，无法全身而退。然而对彭丽媛而言，也许没有更好的选项。退出权力中心固然心生向往，但只要他本人和家族还在中国，离开权力就等同于失去安全，一夕之间便可能从云端跌落泥沼。这正是许多独裁者家属的悲哀宿命，他们既享受着特权，又被特权牢牢绑架，再也无法过普通人的生活。彭丽媛深知其中厉害，所以才会积极参与以自保，想尽办法为习近平和自己搏一条后路。说到这里，我们再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为何2025年以来，彭丽媛突然在公众面前消失了踪影，庞佛销声匿迹？或许正是因为他感受到危机正在逼近，必须隐忍收敛来避免成为焦点。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突然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异常现象，足以引起外界诸多解读。正如文章评论所说，在信息极度匮乏的环境里，缺席往往比出现更容易引发想象。彭丽媛这段时间的低调，迅速引来海内外无数联想和传言。有人说他失势，有人说他主动蛰伏，还有人认为这是习近平为他减负断腕的策略，以免将来出事牵连太深。由于官方不可能披露真相，公众便不约而同搬出历史经验作为映射镜像来分析眼下情势。江青的模式，其他威权国家第一夫人结局的模式，强人统治下家庭成员地位不稳定的模式，种种历史故事被翻出来对照，使得彭丽媛的处境更加扑朔迷离。其实彭丽媛的真实权力和所涉职务对外人而言依然神秘，但在许多人心中，她早已被高度象征化了，象征着中共权力版图中的家族延伸，象征着红色王朝的威严与风险交织，也象征着历史兴亡中一个女性的沉浮命运。正因如此，彭丽媛每一次出现或缺席，都难免被赋予种种意义，被放大为权力角力的风向标。文昭将这现象概括为三重象征化、制度象征化、性别角色象征化、历史象征化。在信息封闭的环境里，人们乐于用已有的历史叙事框架去填补未知的空白。彭丽媛恰恰提供了最合适的想象对象，
当然，冷静来看，将彭丽媛简单等同于江青模式，未免以偏概全。事实上，彭丽媛的政治策略与江青有本质区别。江青当年高调出位，拉帮结派搞政治运动，将自己推上风口浪尖，而彭丽媛则长期巧妙隐身于配角、幕后的位置，外表温良，暗中经营，走的是一条潜移默化、寓权于俗的路线。但再缜密的棋局也抵不过历史大势的冲击。在一个集权体制内，个人的命运终究受制于整个体系的兴衰。彭丽媛可以暂时隐忍，但无法回避身为国母所承担的巨大风险。如今，习近平政权仍稳坐中南海，彭丽媛暂时也安然无恙，甚至偶尔还以第一夫人身份露面，以澄清外界的过度联想。然而，风平浪静的表象背后，暗流涌动。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彭丽媛曾经编织的江青 2.0 之梦，也许在梦醒时分会变成一场惊心动魄的现实考验。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太多次，在集权的权力殿堂中，光鲜亮丽的第一夫人往往角色尴尬，进亦忧，退亦忧。彭丽媛这位从山野田间一路唱到世界舞台的传奇女性，已将自己人生最好的年华融入丈夫的霸业中。她帮助习近平铸就了属于他们夫妻的高墙深院，同时也将自己囚禁在这座权力的象牙塔内。未来如何，端看这座高墙能够屹立多久。如果有一天风雨倾盆，这对共同进退的伴侣是否能全身而退？彭丽媛能否逃脱洪都女皇的诅咒，不重演江青的悲剧宿命？亦或时代巨变时，她终将和她的前辈们一样，成为权力洪流中的一枚弃子？这一切问题的答案，也许只有时间才能揭晓。我们将拭目以待，见证这场中国国母命运的终极考验。